今天我们是万船聚集，我施琅愿意和众位弟兄们一道出海训练。只有经过风浪的摔打，才有能力渡海作战。施大人，这样的天气能出海吗？将军大人是怕晕船吧？嗨，我哪是胆小啊！我们满人善骑快马，也能渔船呢。这种风浪的天气最适合在海上训练。大风大浪，多好的机会啊！站稳了，小心晕船。别吓唬我，我腿都软了。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？有施大人在，再大的风浪，我们也不怕他们。施大人，实在是让齐胜没有想到啊！施大人，这5个月来，我这颗提吊在嗓子眼里的心，时刻为你水师战备着急。哎，你那淘汰老弱士卒，招募青壮健勇，可是好玩的吗？自古以来，财兵招祸，太兵难惹。我夜夜睡梦之中，都怕兵变滋乱之事发生。你那建造新船、改造旧船是容易的吗？万一改成了四不像，那可就背上了说不清的罪名。朝廷那些只会弹劾边臣边将的言官，是断不会放过你我的。2月29日晚上，听到吴启觉亲口说出战备成效，船坚兵力，事事齐备。我这颗提吊了5个月的心，才算安稳地落在胸腔里呀。今日，我随着陆路提督万正色将军、8旗驻缅副都统郝色达前来，就是要表明，我们陆路2万兵马也归施大人调遣了。多谢智台大人，若无智台大人作为后援，我施琅断然难有今日草创之功啊！准备起帆，准备起锚。施大人真是让齐胜开眼呐！啊，施大人胆略过人呐，敢为齐胜之所不敢为，终成齐胜难成之事。在短短5个月里，就使福建水师改变了面貌啊！其情其志，其劳其功，都为民省文武官员树立了榜样。我等昼夜兼程赶来，就是为了一睹今日福建水师之风采。眼前这福建水师阵容，真是不同凡响啊！兰里啊，末将在。今日海上风信如何？据末将观察，水师操练的海域大风大浪，浪漫船头。哦，这么神啊！你判断无误？若末将判断有误，甘愿受罚。此刻仓促出海，能否做到行令传开呀？战备之道在于令行禁止。要是将军命令开船，末将即刻扬帆。好，你去忙吧。是。我这个人大半生出没海上，也有10拿9稳的把握。就是出现风浪，姚大人也不必害怕呀。施大人是怕我晕船呕吐，站不稳脚跟是吧？大人不是有“天风海雨中练武，狂涛恶浪中精益”的口号吗？齐胜愿以身试之，让天风海雨开阔我的眼界，让狂涛恶浪锤炼我的胆量。我想2位大人也不会惧怕风涛吧？大人忘了，我曾是福建水师提督啊！吴启觉，臣在。命令所有船只立即起航。是。
七绝啊，这2天我苦思冥想，更加坚定了我专征的念头。这一点我是能理解的，要不然我看这一仗恐怕是打不赢啊。你也看到了，今日出海操练的狼狈相，和你一同出征的那些大人，我看没有一个能上得了阵的。他们啊，快把苦胆都吐出来了。只有姚启胜姚大人死活坚持着没趴下。我看，那也是怕在我们面前落下一个不能水战的名声吧。4人同征，我倒不反对。我也不想独揽平台之功，我也不要求他们都站在战船上去指挥作战，只要他们不扯我的后腿就行了。现在看来，4人同征，必处处掣肘啊。大人，记得瀛台赐宴时，我就跟您说过，到了福建，您不是主帅，说了不算。纵使您决心再大，谋略再精，一切也是徒劳。没想到如今一切果真应验了。那时候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日后会有麻烦，没想到会这么棘手。七绝啊，你在皇上身边待的时间长，你最了解他的脾气、为人、思考和习惯。你说说，如果这道折子递上去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我想皇上一定会生气的，因为这事太难了，所有的大臣都会反对的。轻的会指责你争权争功，苛刻者一定会攻击你有独揽全功的野心。况且他们的话，皇上也是很容易听进去的。若是皇上从大局着想，一想就通。一个和尚担水吃，2个和尚就得抬水吃了。现在平台简直就是一群和尚，那岂不是没水吃了？皇上那么睿智，难道连这里的弊病都无所察觉？皇上非但明白，甚至还大得其道。这么说，你认为皇上是有意识这么安排的？如若不是，就没法解释了。是啊，龙多了，虽有不下雨之弊，可是却有相互制约的功效。这是帝王常用的制衡之术啊。照你这么说，这道折子递上去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也许引起皇上反感，认为您得寸进尺。也不尽然。其实，对于当今皇上，你们也许只看到他的一面。皇上经常做出惊世骇俗之举，喜欢独辟蹊径，刻意免俗，而且他还特别注意自己的皇帝尊严，喜欢独树一帜。皇帝尊严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说看。说到底啊，皇上最怕史家在未来的清史里给他记上败笔。他还经常偷看起居注，这是南书房的大臣们专门记录皇上与大臣处理政务的谕旨问话的。按照祖制，皇上是不能随便看的，为的是防止他本人受益或是加以篡改、闻过是非。你呀，你可真是把皇上的脾气摸透了。能做到如此，皇上也算是不错了，既有文韬武略，又有人情味儿，难得。七绝啊，我真没有白把你从皇上身边要来啊！你可不是吓唬什么鸟的稻草人，也不只是打鬼的钟馗，你是最能摸清皇上脉搏的大师啊！就这样定了，给皇上上奏书，我非把平台的专权争过来不可。冒险固然是怕皇上震怒，可还有一些得罪喇哈达、吴兴作、万正色都不在话下。万万不能得罪一个人，也不能伤他的心。你是说姚启圣？这的确是个头疼的事啊！若是我一人专征，势必把他排除在外，连他也得罪了，那他会怎么想呢？
怎么想？我若是他，一定骂你一句忘本，这还是轻的。恩将仇报，落井下石，这些词儿啊，可都是现成的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我心苍天可见，若是真的得罪了姚启圣，我日后向他赔罪就是了。依我看，可在折子里来个缓冲，改由一人专征，为你和姚志台2人同征，这不是一个两全之策吗？好，如此一来，2个弊端全都避免了。不行，这会给皇上造成一种结党营私的感觉。姚启圣举荐了我为了报恩，同意姚启圣和我同征，把天下大功由我们2个人来平分。那我说的人多了会掣肘的理由，会给他们造成攻击的口实。既然能与姚启圣协调一致，为什么不能同喇哈达、万正色协调一致呢？皇上会怎么想呢？也是，如此做的确有汉人排满之嫌。喇哈达是8旗将军，满朝也只有13位，地位显赫。你们汉人都提独揽平台大权，却把满人权贵排挤出去，这会惹下是非的。朝中满族显贵一旦闹起来，皇上想成全你，也不好办呐。我意已决，就这么定了。宁可得罪姚启圣，也要向皇上要求专征。我还是以为不妥，要不先征询姚大人的看法，或把写好的奏章让他过目，总算没有越过他呀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告诉他，他会反对的。您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您上了奏书，通常由兵部抄下来给官员看，即使留中不发，这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呀。父亲，你怎么幼稚到这种地步啊？哼！你敢教训起我来了？你连对不起朋友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真替您羞愧。阿白，我怎么觉得船和水之间还不是很自然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逼真的。反正都是应景的东西嘛。画了大半天了，你歇一会儿吧。咱们俩钓鱼去怎么样？好啊。你是不是又和姚云杰一起去？干嘛叫他呀？就咱们俩去，和上回一样，坐小船到深海去，咱们钓大的。嘿。你又说上次钓鱼的事，那次你一条都没钓着。快！快走！看呐，海鸥！哎，快看呐，发什么呆啊？哦，没有，我看见。
上天保佑，感谢老天爷。哎，你说，海葵这丫头怎么没把图毁了呢？哼，因为她爱你啊，爱屋及乌啊，不然确实没法解释。你真能胡说。不好，怎么了？快，把图即刻拿走，藏到别处去。万一海葵知道东西丢了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我们两个出海钓鱼，只有你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偷图。再说，这张图对别人来说会是一张废纸，他知道，只有对你我有用。你就100个放心吧，他永远也不会来找麻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箱子里那张图还在啊。你说什么？你画了一张假图放在箱子里？是啊，我胡乱画了一张，也撕成2半，反正海葵也不知道图里画的是什么。你太聪明了！这下可好了，我明日就让海葵给你准备船，你尽快走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这里既是是非之地，也是让人留恋之地。记得上次分手时你说过，不知今生还能否重逢。这一次，我倒是要问你了。别难过，这一天就快到了。到时候，我们想在台湾也行，回福州也可以，还怕见不了面吗？你怎么了？我不敢说出来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不会的，什么预感都不准。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在一起的。相信我。以后，你们多做点自己的事，好不好？不要总是疑神疑鬼的。是。不知太妃说的是哪方面？说出来，洪旭以后也好长点记性啊。哪方面？把那个什么鬼奸细画的什么图拿出来给我看看，好叫他们去抓人。是娘娘。打开给他们看看。你们给我看好了，这就是你们要的那幅图。这幅图就是我女儿海葵跟施世宗公子他们画的。不对呀！你们好好看看，这幅图是不是犯了什么禁？清廷拿了这张图，会不会真的攻打我们澎湖和台湾？太妃娘娘，这不是一张画吗？跟您说的事儿都不靠边儿啊！啊，太妃别误会，臣也是听别人传说，臣也是为了台湾的安危考虑。你们都给我退下！是。你们也退下！是。还有你，走。我说你怎么老护着施世宗啊？他这个人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知道他是个很危险的人物，可是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女儿海葵喜欢他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你也知道，他跟我失散多年，他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，
我好不容易看他和施世宗还是挺有缘分的，我不忍心再去伤他的心呢。哎呀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可别为了海葵把整个台湾给丢了。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？施世宗在你们手里，看紧点就行了嘛。他一个公子哥，能干出什么大事情来？哎，我不管。事到危急时，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不管你怎么办，你都得事先通知我。别的事我不管，我只管这一桩事。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，而且你得答应我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那偷听呢。怎么，我娘说话我不能听吗？娘，你要为女儿做主啊！你放心好了，没有娘的话，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。过几天，娘就让他们给你们操办喜事。谢谢娘。他们让唐太妃训得屁滚尿流，就跟夹尾巴狗似的。这下好了，再也没人敢打我们的主意了。打不打主意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我得走了。啊，海葵能帮我弄条船吗？什么叫弄一条船？我让他们派一条船送你回去。当年你是送傅卫林过来的，也正经是使者呢。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当然越快越好了。你就不能等几天吗？太妃吩咐下去了，要给我办喜事，咱俩也好过一场。等喝完了喜酒，办完了喜事，再走也不迟啊。你可是答应过给我做伴娘的呀。家里捎信儿来，说母亲病得很重，我必须得回去。人总得尽人子之孝吧。你就不能帮我挽留她呀？我还不知道你招的夫婿是谁呢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，还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在耍我！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下好了，我的船也泡汤了，我怎么走啊？这玩笑不能再开下去了，再开下去，我真的要和他拜天地入洞房了。那不是件美事吗？怕是有多少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儿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你还说我？你刚才要少说一句，装聋作哑一回，事情不都过去了吗？你干嘛非要把事情捅破啊？原来是糊涂庙糊涂神。装聋作哑是可以，可是如今太妃真的让我娶她，我还能装得下去吗？你看唐太妃拿出的那幅画，有没有什么说道啊？大人疑心，他们这是遮人耳目。正是。要真画的是风景画，那还会背着人吗？海葵还会大发雷霆，骂施世宗是奸细吗？他们用这一手，只能蒙骗唐太妃。你看那施世宗和姚云鬼鬼祟祟的，绝非是善类。这可能是施世宗出的主意，用老太妃来压咱们。他们用的是偷梁换柱之计呀。一点没错。他们这一手，证明了是此地无银300两，证明他们心里有鬼，他们害怕了，才弄了一幅画来掩人耳目。他们是越描越黑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干脆把人扣了，用上刑，一审就水落石出了。你没听老太妃说吗？海葵要招施世宗为夫嘛。这个时候抓人又没有证据，我们不是等着倒霉吗？那就让他逍遥法外。没那么容易。把金汉臣找来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一定要把那张真图弄到手，
只要我们有了证据，他们就有口难辩了。到时候，恐怕那图就给毁了。不可能！如果施世宗、姚云真是卧底奸细，那他们怎么舍得把它毁了呢？这是可以邀功的。要是海葵给毁了呢？这倒有可能。不过他不会撕破脸皮，他要和施世宗好，就会留着，既不毁掉他，也不让他带走。马上叫金汉琛动手，不能再等了。我马上就去。恐怕得多带些银子。唉，填不满的无底洞。那好，给他。遵命。傅大人，请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准到这个地方来吗？今天就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了。我知道不该来找您。快点，到外面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走动。你们下去。是。很快就要大兵压境了。如今岛内人心惶惶，风声鹤唳，凡事不可不小心呐。前2天有2个都师闲聊时发了2句牢骚，被冯锡范拉出去砍了头。小心不为过。可是我马上得回福建去。海葵本来答应给弄条船的，可是他和施世宗闹翻了，指望不上了。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。哎，最近听说公主要成亲，夫婿是施世宗，你不是和施世宗？别说了，这些都是没意思的话题了。好，还是说说这条船吧。你有办法吗？不太容易。你知道，如今台湾海面风云际会，非比寻常，那是层层海禁，重重设关。不过，若是设法变通，把你送到澎湖还是有可能的。若想直接用船把你送到福州，比登天还难。况且也没有理由啊。我是迎来送往的宾克斯，插手战船调拨的事，本身就是犯了大忌。那打扰您了。我也知道，这事不容易。哎，你先别着急走啊，难归难，我没说不想办法呀。不过得从长计议，那可不能着急呀。可是傅大人，我可不能等了。前2天他们说追查什么海图，怀疑你们给清廷绘制了海防图。你这次急着回去，是不是跟这张海图有关呢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图的事儿。好，不问了，不问了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临行前帮我把给姚大人的信带回去。您现在就给我吧，我若有顺风船，可能突然就走了，来不及告别的。哎，就是给也是口信儿，我不会写在纸上。可要让你背下来，倒背如流，对你来说不应该是什么难事吧？你想想看，让你带一封信在身上，那就跟背了一个火药桶一样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
看完了吗？臣看了2遍。看2遍肯定比朕看1遍领悟更深。你说这个侍郎是不是有些不识抬举？回皇上，按一般道理讲，是不识抬举。什么是一般道理？难道还有一种道理能替他开脱，说他这是识抬举吗？一般道理就是常人眼光。跟朕说说什么是常人眼光。奉旨平台，不要说是主帅了，就是一员偏将，也是天大的荣誉了。侍郎奉旨与将军、督抚提同整，还嫌不足，还要大权独揽，这简直是太狂、太傲、太不知自重了，也是太不识抬举。那么不是常人所见，又怎么说？臣是不相信呐。这施琅会蠢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吗？他明明知道此奏折一上，会满朝文武一片嘘声，他直接得罪的又都是地方的督抚大员，他置这些于不顾。如果不是发疯，那就必有他的可取之处。朝中大臣要是知道了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野心呐。他的忠诚不用怀疑，他在奏书中说：“臣今年60有2，血气未衰，尚堪图报，敢兼渡海灭贼之任呐！今若不使臣乘机扑灭，将老无能为，后恐更无担当之臣。皇上听，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。”这一点朕倒从未怀疑过他。如若信不过他，当初也自然不会派他去了。他说的也对。喇哈达、姚启圣生长北方，海务水性却非所长。况且细想，4、5个帅共同领兵，难免互相牵制啊。施琅很难一锤定音的，势必影响平台的行动。有道理。你这么一说，这施琅夹在中间是有些勉为其难了。朕当时确定平台指挥官员的圈子画得有些大了。皇上可以把圈子画得再小一些。也许朕当初的督抚提同征的方略是一个失误之举呀。不，半年前皇上同征的决议是正确的、英明的，既含有协谋合律、各施所长之旨，也含有互相制约、互相制衡之意。不如此，不能使施琅复出啊！这是皇上的精心安排，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。现实状况是情况变了，作战方案成了眼前的焦点。不幸的是，姚启圣和施琅在对台方略上意见相左，且观点完全对立，终于导致了这场争权专政事件的出现。平息这场事件的唯一正确途径，就是判断哪个对台方略的正确。现实情况是，福建陆路提督万正色、八旗驻闽将军喇哈达都站在姚启圣的一边，而施琅的拥护者，从他的书奏上来看，只有施琅一人。你的一席话，使朕茅塞顿开。1年前施琅提出鹰角御府方略时，不是赞成者寥寥，而反对者甚多吗？看来这种督抚提同征的方略，是该改变一下了。皇上打算如何改变呢？必须确立同征关系。你觉得以姚启圣为主，施琅为辅如何？这种以文治武的传统安排，会使诸王大臣满意，
会使姚启圣满意，会使事件平息，侍郎也会忍气吞声的服从。但是，施琅的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吗？姚启圣有把握做到决战疆场吗？一切又回到了1年前的老样子。晋军彭台大计，又要半死半活的拖延无期了。可是，若以施琅为主，姚启圣为辅呢？这种以武治文的魄力安排，会使诸王大臣哗然，会使言官鼓噪，会使姚启圣难堪，也会使施琅在福建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因为这种违反组织朝制的安排，是诸王大臣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在朝中掀起一场更为激烈的口水战。皇上有把握解除这种组织朝制的束缚吗？有把握去应付一场更为激烈纷争的交战吗？真是一场难以理顺的人际关系。若是旁人倒也好说，可是这个施琅与姚启圣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不妥，可是又必须断出谁先谁后。看来朕要在组织朝制面前经受一场考验了。皇上，兼听则明啊！皇上忘了上房宝剑了。你是说吴启觉？正是。他倒是给朕送来了密折，虽然未提及同征专征之事，倒也有他的所见。他怎么说？他跟朕说，施琅初到福建，水师涣散，一团糟，连兵饷拨发都不能及时，是事事处处掣肘啊。不对呀，施琅在奏折上表彰福建的督府大员常备不懈，兵饷充盈，一切都井井有条啊。怎么何其大相径庭如此啊？哼，这就是施琅做人的精明之处。朕相信这个吴启觉说的肯定是真的，只是施琅不愿接人家的短，宁愿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他所说的状况，也许想以此报答姚启圣吧。做人能如此，也是难能可贵了。倘若姚启圣看到了施琅今天的奏折，这点小小的恩惠，岂不是全都付之东流了吗？这倒是施琅所始料不及的。不过施琅这奏书，倒是写得很精明，很老道。谁能说他是一介武夫啊？身为武将，实属不易啊。这都得益于他在京任内大臣10年间闭门苦读啊！对他来说，也是塞翁失马了。醒来却不见你的肩。